听说过转生成蜘蛛转生成史莱姆的，那么接下来隆重推出非人类职业新增1元，转生成为自动贩卖机。你别看自动贩卖机这个样，之后可是成为了美少女们必争之存在。咱们男主阿香作为运动健将，原本只是公路骑行，结果却被前面货车掉落的贩卖机砸到两眼一黑，直接祭天，年纪轻轻就这样嘎了。等到他醒来时，自己已经不会动了，只能机械的开口说谢谢以及欢迎下次光临。阿香往水坑里一看，好吗？自己变成了方方正正的贩卖机。然而阿香一点都不伤心，因为他是个自动贩卖机狂热者，很快就适应了贩卖机身份。他仔细一看，发现自带积分系统，还能积分累积。不过现在只能卖2种商品，积分高了商品多，还能加热冷藏呢。他的身体没有自带电了，靠积分维持运作，1个小时加1积分，100积分等于100元，想维持1天得2400元。目前自己的手上有900积分，能支撑1个月。在这之前得赚积分，保留积分先用来维持生活。可现在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无法肚子移动。在这种荒郊野岭的，真有人来买东西吗？莫等来人，只等来了一只青蛙人，对方上来就是一顿暴走，耐久直线下降，自动售货机就坏，就不能用了，等于是他折寿了，命值得靠积分恢复。还好可以用积分修。这青蛙人还带队友来了，还是手持斧头的那种。阿香急速思索有没有自保手段，然后发现系统里多了个加护，是神明给的特殊力量革除技。他翻了翻系统，革除技发现有很多技能，但他无手无脚，怎么斗？好在有个结界让他眼睛发亮，坚不可摧，启动了。但是实用技能会掉点，怪物们就是不撤，一直砍到下午，直到他们愿意放手。这时阿香看到自己的点数已经只剩下300点，阿香真希望有个猛男顾客出现，猛男没来，但来了个猛女顾客。几天后，阿香等到了个金发美少女，听她的话，她是个猎人，但运气不佳，把食物丢了，是来抓青蛙小队的，补充肉食。她现在就想吃点东西，正好看到旁边像是卖食物的贩卖机，她不太懂这玩意，还是听到了阿香的自动语音，请投币一亮起。拉密斯稍微犹豫，掏出了铜币，这钱换不了食物，好在阿香有金币转换系统，换得了1枚银币。拉密斯觉得有点贵，但能吃饱就好。阿香立刻推荐他卖的玉米浓汤，还能加热。拉密斯显然很喜欢，光喝浓汤肯定不够。拉密斯又看了一眼贩卖机里的水，还有土褐色饮料，他决定尝试一下。这土褐色饮料是奶茶，显然拉密斯无法抗拒，一口气囤了不少货。阿香最后回收了点积分，为保护积分来源，阿香晚上偷偷架起结界，还回收了拉密斯喝剩的瓶子。第二天拉密斯醒来，对贩卖机印象极好，他发现阿香好像能说话，但只能说几句固定的话，靠这些台词沟通。拉密斯觉得阿香有意识，只能说那几句话。阿香一个人待着挺难受。拉密斯说他有个研究魔导器的朋友，如果阿香同意，他能帮阿香搬家，带阿香去见那朋友。阿香高兴地答应了。他没想到所谓移动就是抱着走，果然是猛女。要知道她有500公斤重，考虑到这是异世界，自己变成了贩卖机，一切似乎都说得通。拉密斯带着阿香赶路，路上感觉肚子饿了，阿香想到玉米浓汤不够饱，就换成了薯片，价格还是那样。拉密斯尝了尝，根本停不下手。阿香回收了不少积分，拉密斯一路把他搬到村庄。守门人看见拉密斯，松了一口气，说跟他出去的人都没用了。他们没阻拦拉密斯，把阿香带进了村。这里的规矩，发现者就是主人。听说贩卖机能买东西，两人知道自己也能买，虽然觉得贵，但还是要试试。一尝就被征服了，结果把店里的东西都买了个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能拿到冷热饮料和各种吃的，真是太棒了。希望拉密斯下次能再带阿香来。拉密斯背着阿香走进城市，正好看到角落有个大汉欺负小女孩，他就上前想要教训那大汉。拉密斯力气大得惊人，但就是打不中对方，结果一拳把墙都砸穿了。这一下已经足以把对手吓跑。小女孩对拉密斯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。后来拉密斯带着贩卖机回到了旅馆，旅馆里的阿姨和小粉立马抱住了他。原来拉密斯是和伙伴们一起出发的，但是伙伴们临时背叛了他，把他一个人丢下了。这件事被小粉传开后，那些背叛者现在都被人唾弃。拉密斯其实打算把阿香介绍给那位魔导器研究的朋友，但他当前在迷宫里面，直接传送出去并不简单，加上手头上的钱不够了，所以他决定在小粉这里工作一段时间，顺便把阿香放在门口吸引客人。过往的客人都能在阿香这买东西，到了晚上就把阿香送到门卫那里，门卫一天要买5-6次饮料，很快就对这些饮料腻了。阿香看到积分够了，决定更新一些新的商品。随后他就上架了关东煮，大晚上的尝一口真是乐趣无穷。不久，
阿香卖的关东煮就在小镇上名声大噪。天气一冷，关东煮立刻成了热销品。不过到了饭点，阿香会换种商品，毕竟旅馆也得招待客人。之前救下的小女孩还来找阿香聊天，可她的态度有点奇怪。阿香没在意，她和拉密斯的关系越来越好。拉密斯为了更方便地带着她，甚至专门定做了个大背篓。阿香一睁眼就看见一只巨熊。听拉密斯的话，这家伙居然是猎人工会的会长。会长亲自来邀请他们加入几天后的青蛙讨伐行动。拉密斯说阿香其实不会打架，会长却觉得阿香能提供吃的喝的，这对猎人们来说是个超级棒的后勤支持。只要他们愿意参加，还能得到特别保护队伍的照顾，那青蛙100个积分都不在话下。贩卖机复仇10年不晚，所以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10天后，讨伐队伍正式出发。村里的人看到拉密斯背上背着阿香都紧张兮兮的，反倒是跟来的猎人队长对阿香特别有兴趣。他先买了瓶饮料试试，发现这些瓶子居然不是手画的，而且喝完还能自动回收。尝了尝，味道还挺好，于是叫来了队里的魔法师。魔法师看了阿香一眼，发现阿香身上没魔力，就是个普通的铁罐子，除非阿香身上有加持，但他们都认为这铁罐子不可能有这种东西。阿香一言不发。红豆你有货。天黑不久，阿香看了一眼四周，条件刚好，这正是卖货的黄金时刻。考虑到这次远征，阿香升级了一下功能，真的开始卖泡面了，还提供热水，因为味道好又暖身，泡面迅速走红。拉密斯还遇到了一个名叫小白的猎人少女，这姑娘特别能吃。这时会长又来找拉密斯，说明天要去洞里打青蛙。阿香是和拉密斯一起等在这儿，还是一起去前线？拉密斯询问了阿香的想法，阿香表示可以一起去前线。阿香誓言一定要保护拉密斯这位头号客人，这也可以算作他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朋友。第二天战斗一开打，拉密斯因为用力过猛，瞄准总是偏了点，幸好有阿香在，能给他增加点体重，这样他们就能正常发力攻击。可是现场的青蛙看起来越聚越多，而且味道越来越难闻，团长感觉有点不对劲，这青蛙的数量有点超标了。幸亏阿香及时开了护盾，要不拉密斯和小白都得倒霉。团长听说阿香有加护功能，他的表情顿时变了，被阿香正面瞪了一眼，他总感觉这家伙有点图谋，得小心一点。在阿香的加护下，加上拉密斯的力量支持，他们很快就把青蛙给解决了。大家清理青蛙的时候，团长假装死去，他本来就是因为不想自己动手清理魔物，才组织了这个团队，自己不如让别人来干。团长提议队伍继续向前线进发，因为多挣点总比少挣好。副团长觉得他们的任务就是得保护好阿香和拉密斯，但是有机会多赚点，当然不会拒绝，前提是得得到拉密斯他们的同意。这种散漫的态度让阿香都想冲上去打他一拳。拉密斯想了想，还是同意了。然后大家一起向前线走去，到了那里发现很多伤员，拉密斯凭借运气帮忙把伤者搬上车，阿香免费提供了饮水。会长说这次的青蛙数量超出预期了，可能是魔界青蛙王出现了，这听着就不是什么好事。会长说他原本只是想让队长来处理这事，保护拉密斯和其他人。魔界的青蛙王也出现了，他决定叫上团长他们一起去干掉这个魔人青蛙王，同时让拉密斯和阿香留下帮伤员们准备食物。拉密斯离开阿香去照顾伤者，这时候有些猎人开始动歪脑筋。阿香先给他们放了瓶水，吸引他们过去拿，然后又扔出一瓶热腾腾的玉米汤。这家伙一机灵，马上就火大想冲阿香，但他这边的动静很快就被拉密斯发现了。拉密斯直接给了他一顿暴揍，阿香在旁边冷笑，觉得活该。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，魔人青蛙王突然袭击伤员，还是因为之前被激怒了，看到情况不对，野猪也被吓坏了。拉密斯赶紧放走野猪，自己准备推车逃走，但青蛙追得太快了。阿香赶紧神速思考，想出了一个恶作剧，把所有商品变成可乐，每人分了一瓶，然后机器又弹出曼妥思，不停提醒拉密斯往可乐里加糖。拉密斯一开始没明白，但感觉到阿香在传递信息。之前搞事的男人因为太吵，被塞了满嘴糖，几乎要呛到了，又被灌了可乐，结果嘴里泡沫横飞。拉密斯终于明白了阿香的意图，众人把糖倒进可乐，直喷青蛙眼睛，成功拖延了时间，让团长他们及时赶到。这只青蛙 boss 死得太没面子了，阿香也恢复了原来的大小。会长因为失误向拉密斯道歉，阿香感叹这人真是朴实。讨伐任务完美结束，回程路上也平平无奇。谁知道到了村口，却看到村子出了大事，旅馆也倒了。拉密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幸好阿香及时拉住他。老板娘和小粉都待在猎人协会那边，毕竟都是在迷宫里的事，大家赶紧做准备。好在镇上没人受伤，一只巨大的双头蛇也被猎人们干掉了。庆功宴的晚上，
阿香看着村里破烂的房子，决定今晚免费送货，但打算明天好好赚一笔。拉密斯看着他和大家混得像一家人，心里美滋滋的。第二天，商人和木匠纷纷来修房子，也顺便做点生意。阿香这货越来越受欢迎，毕竟东西又好吃又聪明，还能自己思考。拉密斯因为战斗表现出色，被猎人会长叫去搬石头。原本的队伍因为他只擅长用力，不太灵光，被人嫌弃，但搬运方面简直无敌。隔壁愚者猎人团的团长也想拉拢拉密斯和阿香，但被拉密斯干脆拒绝。抱歉，我信仰天理。不，抱歉，我得为村子出力。不过没多久，因为银币不够，来人找上门。阿香想装傻，但拉密斯已经露馅，阿香只好拿银币和他换金币。他还能卖东西找零，所以换钱的人在这儿用金币买东西，换走了找零的银币。这一幕被之前耍心眼的家伙看到，阿香又搞起了抽奖，吸引了些赌徒。他们不去赌场了，每天就指望在阿香这儿抽中免费再来一瓶。老伴一把把他拽回家了，拉密斯的朋友还联系不上呢。猎人会长突然来找人，他说有急事，想单独跟阿香说说话。拉密斯就先避开了。猎人会长说，村里因为打败了双头蛇，吸引了不少人想来住，人多了，麻烦也多了，比如说卫生问题就挺头疼的。再加上猎人们玩得挺疯，阿香马上就明白了，就变成了另一种商品柜，在异世界推广生育计划用的小玩意儿，童年的玩具，小雨伞、气球。小兰一看到这商品介绍，马上说阿香帮了大忙。阿香要走的时候，拉密斯觉得她身上有点热，之前被拉密斯救的小女孩经常来找阿香闹着玩，这次玩得太过了，被阿香吓走了。看出来她是个大小姐，是因为爸爸没回来，一直没人陪她玩。看她那样子，阿香就递给她一瓶饮料。大小姐的态度一下子软了很多。后来拉密斯又带阿香去了澡堂，因为阿香能变成卖洗发水和护发素的机器。什么万能的超市，干嘛非得变成贩卖机啊？直接在异世界开个百货商场不是更好？原来变成贩卖机是为了混进澡堂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小朋友别学啊，被贩卖机砸到只能呱呱叫。男生别闯女澡堂，会被抓的。那个爱赌博的老头，女儿难得带孙女回来一趟，老头就和孙女一起玩贩卖机抽奖。他说中奖了，就意味着他很幸运。孙女也中了一次奖，把得到的商品直接送给了爷爷。爷爷感叹，一天的快乐很快就结束了。孙女却说，今天能见到爷爷和奶奶，真的很高兴，整天都很幸福，所以根本不觉得可惜。爷爷眼里噙着泪水，孙女真是个好孩子。旁边的阿香就默不作声，没透露孙女中奖其实是有安排的。后来猎人会长又来找阿香，听说阿香会隐身，想请他去调查件事，但首先得试试阿香能藏身多久。阿香就躲了一整天，却在下午碰到了拉密斯，还有之前那个傲娇的小欧。原来小欧一直想把阿香从拉密斯那里买走，两人一直想把阿香抢过来。一个贩卖机有什么好抢的呢？重达500公斤，除了拉密斯谁还能搬动呢？小欧问拉密斯，阿香到底只是个机器，它的内部构造是怎样的？拉密斯也不太清楚，但他并不太在意。他觉得阿香能和他说话，帮他保持冷静，所以在他眼里阿香就像个人。阿香听了很是感动，可小欧还是不打算放弃阿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香就被板车拉走了。那帮人说是会长让座的，去围墙维修地方贩卖货物。阿香在队伍中发现有个曾想偷他金币的家伙，本以为人家已经洗手不干了，考虑到是会长的任务，阿香就同意了。被拐走8小时后，他开始反思自己可能上当了。上一次这么笨，还是自己当初自愿的时候。那家伙还威胁要阿香交出食物，否则就要揍他一顿。为首的光头说他们虽然要钱，阿香本来就值钱，所以绝对不能弄坏。小贼说阿香能自己修好，光头就让他们去打阿香，打是为了让阿香乖一点。阿香就用积分提升自己，这帮人根本伤不到他，原来的划痕也没修好。光头见状就制止了小贼，毕竟要是真坏了就麻烦了。阿香倒是送了他们一堆饮料，这些饮料是他最不爱卖的，味道差的能留心理阴影。晚上光头带人去了个宅子，让小贼把东西抬进房间，进去的人居然是个女性，他们是让这女的来研究东西。阿香一听，这人叫修尔米，这不是拉密斯以前想介绍给他的队友吗？修尔米发现阿香会说话，非常兴奋。他之前研究魔导器，想让魔导器能有意识，后来觉得不可能，就改研究魔导器能否寄宿人灵魂。正处于寄宿状态的阿香很震惊，知道修尔米是拉密斯朋友后，阿香就送他一瓶饮料，在想能不能通过修尔米恢复原状，所以很配合修尔米研究。修尔米很快知道了阿香体内有人类灵魂，他用商品换钱是为了改变体型，钱还能变成结界。修尔米马上开始制定研究计划。之前被修尔米吓到的小贼半夜来袭击修尔米，修尔米正好在睡觉。阿香为了阻止他们，
变成了色色杂志贩卖机。大哥这样真的能阻止他们，不会变本加厉对修尔米动手吗？不过这帮家伙倒也没到那么极端，拿了杂志立马溜了。第二天那帮人又送来了吃的给修尔米，原来修尔米是被困在这儿的，但他从不碰那些人送的食物。听说修尔米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阿香犹豫了下，就变出了个食物贩卖机，让修尔米好好吃了一顿。光头只给修尔米2天时间。阿香发现修尔米是被抓来的，身上一直没洗过，于是变出了2瓶水，还有女士的衣服和洗漱用品。修尔米立刻明白了阿香的意思，一摸头发确实挺脏的，就决定洗个澡。阿香再三解释，女士衣物是她误买的产品。阿香想到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，她本想牺牲自己让修尔米先走，修尔米已经看出了她的打算，并说周围都是魔物，自己就算逃了也活不了。她对死亡已经不怕了，反而已经习惯了。修尔米不太在乎后面会发生什么，然后就继续睡了。半夜时分，门外突然传来攻击声，阿香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，立刻制造动静吵醒修尔米。这时候阿香听到了拉密斯的声音，修尔米也注意到了，并听到拉密斯在叫阿香，猜测他们可能认识。修尔米知道他们出去只会拖累人，所以决定在这等拉密斯来找。攻击虽弱，但阿香对防御还是有信心。但阿香没想到他们房里藏着金币和炸弹，这时炸弹爆炸了，两人差点被埋，幸好阿香有结界，而掉落的金币帮着撑住了。修尔米拿金币给阿香疯狂加积分，唯一问题是结界里缺氧。好在阿香对贩卖机有研究，据说昭和40年那会儿空气质量不佳，街头甚至卖起了氧气，于是他马上变成了氧气机，成功帮修尔米躲过一劫。修尔米感动极了，说阿香要是男的，估计自己就被迷倒了。他毕竟只是贩卖机，有时候一个人看剧真心觉得无助，都想报警了。这时候拉密斯的声音响起，阿香马上回应了，拉密斯很快就挖开道路过来。阿香升级之后，别人就伤不了他了。拉密斯一不小心差点把阿香砸坏，但看他那么难过，阿香也没怪他。阿香虽然没有手脚可以拥抱，但能再见到他真好。拉密斯过来还得感谢愚者猎人团，想着以后把阿香和拉密斯拉入队伍。拉密斯和修尔米从小就认识，他力气大总被人嫌弃，后来得到阿香的帮助，是阿香帮他摆脱了饥饿。阿香被拐走后，拉密斯都不敢离开睡觉。修尔米说这一切都得从他和拉密斯的老家开始说。他们俩原本来自同一个村子，只不过那村后来遭到魔兽攻击，他和拉密斯都是那次攻击的幸存者。拉密斯的父母也在那次攻击中去世。拉密斯一直很自责，自己明明有力气却帮不上忙，原本胆小，如今却成了猎人。这也是为什么阿香听了感到非常心疼，想要更多帮助拉密斯，也不打算离开拉密斯。修尔米在阿香旁边搭了个帐篷，准备继续研究阿香的情况。拉密斯外出工作时，小欧的手下找到了他们，表示小欧一会儿会来寻求帮助，希望他们能答应小欧。听说小欧已经快到了，两个下属吓得赶忙找地方藏。见到修尔米，小欧客气得很，表示想邀请他们参加个宴会，宴会上将展示他的魔导器和研究成果，所以他才找到修尔米和拉密斯。宴会是个小姑娘搞的，那女孩的商会跟小欧家有点关系，小欧对她可不怎么满意，所以更不愿意在比赛里输给她。修尔米觉得挺好玩的，就答应了。阿香也说行。几天后，他们俩去了宴会，阿香在那发现了个白毛的少女，就外貌来说，小欧是比不过的。那少女叫小白，对小欧挺尖酸的，画风很辛辣，小欧也不给面子，两人说话听着都不像小孩子。小白还看了看小欧带的阿香和修尔米，觉得小欧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让小欧好好期待他的表演。此时魔导器展示开始了，第一个上来的拿个木棍，加上能换头的武器，场面挺安静的，明显大家不感兴趣。修尔米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后面出现了各种奇特的魔导器，没有一个能引起修尔米兴趣。这时候轮到小白的魔导器了，小欧原本以为没啥意思，但斗篷一揭，竟是个仿真的魔导机器人，听说还能听人指挥，据说是有智慧的机器人。那个研究者马上说是他研究出来的，能有智慧的魔法道具。修尔米顿时觉得情况不妙，以前也跟阿香聊过，让魔导器有智慧几乎不可能，现在可能是把人类灵魂技术用在魔导器上，这么做很危险，已经被禁止了。之前有个研究员胆大妄为，弄得整座城市都荡平了，也就是说嘛，这个魔法道具要是有问题，很可能整个城市都得遭殃。果不其然，那机器人一下子就变样了，挣扎着想要攻击研究者。修尔米一看这情况不对，让小欧的手下赶紧去堵住他，自己也赶紧上去，试图用魔法阵切断他的魔法，然后发现那研究者竟然把人灵魂都给洗了，这完全是对死者的亵渎。修尔米二话不说就开始拆机器，让死者能再次安息。大家一听修尔米这名字，立马议论起来。原来修尔米虽然聪明，
但学生时代研究老出事，弄得火灾爆炸的事还不少，简直是他的黑历史。但名气方面，修尔米还是赢了，所以还没等阿香出场，比赛就已经结束了。阿香在那默默掉泪，觉得自己被遗忘了。村子很快就到了冬天，村里人开始开会，准确说是餐厅门口开的会。原来是别的层级的迷宫开连锁店，现在他们要对小镇下手。小镇的餐厅决定联手抵抗，阿香就是他们请来的帮手。小粉说，如果阿香愿意帮忙，拉密斯住他们旅馆就打折，直接半价了。阿香想了想，就答应了。然后拉密斯带着阿香去打探，果然新连锁店开张了。那餐厅外观挺豪华的，负责人一眼就认出了阿香，还想拉阿香去他店里工作。拉密斯说阿香才不会离开他，负责人也不在乎，觉得过不了多久阿香得求着他。随后他们就去餐厅吃东西了，发现这个食物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，因为是异世界的调料特别贵，所以这边的食物味道都挺淡的。阿香就回去了，跟小粉他们开了第2轮会议，大伙儿一起想了新的菜式。拉密斯尝完后跟阿香反馈味道，还是觉得挺淡的。阿香马上就变出来速冻食品加热，然后分给小粉他们尝，这味道立刻征服了他们。现代美食给了他们不少灵感，店主们以此为参考开始做菜。这些店长开店的时候，直接在外头弄了个美食街，排队的人马上就多了起来。有了这些美食连锁店，还拿他们当对手。三七章的负责人也吃了闭门羹，1个月后客人大减，就退出这个村落了。阿香觉得这么顺利，背后可能还有其他事。这时候愚者团的团长找到阿香，想请他一起做活动。阿香本打算拒绝，但想到这伙人之前在盗贼手上帮了他，所以阿香态度稍软了点。他决定听拉密斯的意见，看拉密斯愿不愿意参加。修尔米觉得这盗贼团没啥大问题，拉密斯说他想战斗，不战斗就变不强。他其实想复仇，是之前的事藏起来了。为了不让拉密斯难过，阿香变成了个卖花机，成功给拉密斯送了花。冬天一过，猎人们又开始活动了。阿香决心要保护好拉密斯。这时一个黑发少女来到他面前，正犹豫的时候，门卫突然出现，让少女赶快藏到阿香后面。看着门卫买了关东煮，少女就眼巴巴看着门卫走了。原来少女早就对门卫有意思了。阿香注意到这点，于是变身成一个卖菜的自动贩卖机，把做关东煮需要的材料给了少女，然后扔给她1瓶关东煮的调料。少女立刻就懂了阿香的意图，看着这个开心的少女，真是个美丽的小姑娘。阿香开始羡慕门卫这家伙，尤其是听到他晚上的秀恩爱，真让人气不打一处来。几天之后，拉密斯和修尔米找到了阿香，他们明天就要跟愚者团一起出发了，目标是去对付鳄鱼族。春天到了，鳄鱼就开始繁殖，一旦数量太多，对人类就是个威胁，所以得先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。修尔米跟拉密斯说，遇到危险一定要马上撤退。第2天，他们跟着车队一起出发了。修尔米是被会长派来做调查的，拉密斯想通过这次机会锻炼自己，他决定不坐车，背着阿香一路走。谁知道路上突然遭到青蛙的袭击，幸好愚者团反应够快，拉密斯也想上前帮忙。阿香考虑让他试试看攻击，但即便如此，拉密斯还是一个都打不中，好像命中注定要妹死。阿香的加入大大缓解了团里的弓箭手终于不用挨饿了。阿香还带来了移动厕所，队长特别高兴，觉得自己真是有眼光。不过大家都觉得这都是阿香的功劳。下午他们继续赶路，2个小伙子先去侦查情况。他们回来休息好之后，马上汇报了最新信息。距离目的地还有2小时路程，但前面有一大片沼泽，沼泽里住着几十只魔物，这算是中等规模的，等级也差不多。最近青蛙族人口增加，鳄鱼族本来是不缺食物的，但问题来了，青蛙族诞生了青蛙王，有了青蛙王的指挥，鳄鱼族就打不过他们了。鳄鱼的肉食本性让他们聚在一起，吃不上青蛙肉就开始吃人。副团长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决定主动出击，还能赚一笔。团长一听觉得有道理，打算晚上行动。修尔米却反对了，因为鳄鱼夜间活动，晚上战斗力是白天的2倍。于是大家决定今晚好好休息。修尔米说，一旦战斗开始，他和拉密斯就帮不上忙了。修尔米让阿香特别保护拉密斯。正在考虑对策的时候，阿香突然变成了制冰机，吐出了很多冰块。修尔米马上明白了他的计划。第2天一大早，阿香对着河流吐出大量冰块，鳄鱼被冻得直哆嗦，爬上岸几乎动不了。团长想用迷雾来迷惑鳄鱼，但是迷雾覆盖不了整个沼泽。阿香突然变成了干冰机，一下子河边就起了大雾。副团长觉得这招很好，结合他的迷雾魔法，这下整个沼泽都能覆盖了。团长感觉自己太没用了。拉密斯力大无穷，准备过去帮忙，阿香只好留在原地和修尔米一起操作干冰。拉密斯一离开，修尔米对阿香说，他其实是接到了会长的特别命令，最近青蛙和双头蛇频繁攻击人类，
会长怀疑是这层迷宫出了问题，让他来查清楚问题所在。因为迷宫的每一层都可能出现领主，但领主出现的规律不明，可能10几年甚至20年才出现一次，这些都相当于层级的 BOSS。会长怀疑是领主引起的问题，才让这3族怪物开始乱来，打败他们还能拿到不少好东西。休尔米心想，总不会这么倒霉吧？然而话音刚落，森林就震了起来。拉密斯他们刚走没多久就折回来了，真遇上领主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这一层可能都要崩了。拉密斯还因此昏过去了。团长赶紧叫休尔米上马车。拉密斯一昏厥，谁也搬不动阿香。休尔米当然不可能抛下阿香一个人走，没想到阿香突然弹出护盾，团长一把将休尔米拉上马车。休尔米还想下去救人，团长说一会儿他们再回来找阿香。阿香看着休尔米离开，马上变了形，护盾也开到最大，但还是被撞飞了，直接扣了1000积分。这就能看出领主攻击多凶猛。但阿香还不能就此止步，他变成了卖炸鸡便当的机器，然后用炸鸡诱惑领主，让领主一口把他吞下。阿香发现积分一直在掉，但进了怪物肚子里，他就能放心大胆攻击，立刻扔出一堆冰凉贴，让领主肚子疼得厉害，然后放出氧气，让肚子被气体撑大，同时用微波炉加热罐头。就在快要爆炸的时候，阿香弹出了结界，这一下领主倒霉催的被炸飞了。大家听到声音时，阿香已经拿到领主死后的硬币，还没高兴呢，地面就开始裂开。拉密斯还昏着呢，没人能来救他。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下，阿香还在担心拉密斯听到他死了会伤心。小子，真别太痴情了，救援是指望不上的。阿香开始自救了，把自己变成个游乐场常见的那种充气气球机，然后花了1万积分把敏捷点满，开始疯狂给气球充气，速度却还是没降下来，气球被卡在了结界里。阿香立马变成纸箱贩卖机，小学生超爱的那种玩意，成功让自己的重量降低，可还是在持续下坠，掉下去就看到一片大迷宫。半空中他赶紧拍了张照，降落在了迷宫底部。结界这时解除了，领主的硬币掉地上了，他捡不到，却意外发现自己有了100万积分，打败怪物也能拿积分，现在只是捞不到硬币。发现积分够了就能升级，升到2级后能变出更多售货机形态，比如那种自助洗车场的吸尘器，成功把硬币吸进来。这硬币竟是个象征，代表他打败了鳄鱼领主。系统提醒阿香，他今天变形超2小时了，只能变回原样。掉进迷宫后就没人来过，但阿香一点也不紧张。升级后得到了太阳能充电，天气好就开太阳能板，积分就能源源不断。他正在晒太阳时，突然有只被追的汪汪队经过。阿香看他们不舍队友，就主动隐身，发射商品把野猪赶走。几只狗狗小心的回来了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小浣熊，不是小狗。他本想招呼毛茸茸的小动物，结果一开口却把他们吓跑了。阿香担心这帮人一走就再也遇不到人了，他立刻变成了美食售货机，开始吐出各种美食。美食的香味立刻吸引了汪汪队，听说要投币就能吃，他们有点心动。但队长担心这里面有诈，可已经有人忍不住了，看到有队员吃了还好好的，也没出什么事，立马跑上去投币，马上被美食吸引。队长闻到香味也忍不住了，他们本来就是爱吃的种族，这些吞噬恶魔在这儿留下了很多硬币，因为没钱才经常钻迷宫。吃饱喝足之后，队里的妹子觉得这里太危险，建议先离开迷宫。队长点点头同意。他们原本来迷宫是为了找宝物，虽然没找到宝物，却发现了阿香。大家打算把阿香带出去。阿香其实不想成为他们的宝藏，他毕竟不属于任何人，他只有拉密斯他们是伙伴。不过如果汪汪队能带他出去也不错。于是阿香配合着变出了轮子。可不是所有种族都能懂阿香说的话，所以他们以为阿香只是自动回应。而迷宫里太危险，阿香本来想用结界保护他们，结果被误认为是陷阱，无奈只好让被结界保护的人出来，然后又变出美食。汪汪队很快就沉迷其中，能做出美食的阿香显然不是坏蛋。阿香心里感慨，这帮汪汪队真是容易上当。正当此时，一头野猪怪冲出来，阿香知道汪汪队不是对手，立即变成了加油器，可是枪口卡住了，出不了油。好在一阵剧烈的震动，枪口终于甩脱了。阿香赶紧喷出柴油，冲过来的野猪一下子滑倒了。怎么说呢，哥们，你幸好在异世界啊，不然喷喷喷。而这时墙的那一边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火焰楼，汪汪队一看不妙，推着阿香赶紧跑。野猪怪被火焰烧得惨叫连连，然后就被火焰楼抓起来吞了。汪汪队躲过一劫，想到要打败这怪物才能拿到宝物。汪汪队觉得根本不是对手，这家伙看着太强了。汪汪队只好在阿香旁边休息一晚。当晚有骷髅来袭，阿香立刻发出巨响吵醒大家，同时喷出矿泉水，让他们扑灭了火焰，成功干掉了骷髅。队友们感慨阿香总在关键时刻
提醒他们并变出道具，一会儿给水，一会儿给肉。阿香会不会有意识呢？阿香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队长就说阿香只会说重复的话，肯定没意识，下次给你们吃冷饭。汪汪队带着他继续前行，听到前方传来战斗声，阿香却听不见。汪汪队队长立刻冲了过去，然后兴奋地告诉大家，熊会长来了，还带了个厉害的猎人，一脚就把野猪怪踢碎了，还一边喊着阿香。阿香感觉不妙，立刻加重了自己的体重。果然这时拉密斯踢飞了野猪，看到远处的阿香，眼含热泪扑了过去。阿香的积分一下子掉了，拉密斯和休尔米终于松了口气，愚者团团长也是感慨万千，还好一切安好。原来拉密斯一听阿香被落下，差点没直接冲上去揍团长。汪汪队听说阿香能听懂人话，都惊得下巴要掉了。阿香总算是和拉密斯团聚了。熊会长说他们这趟主要是来找阿香的，不过也顺便帮愚者团的忙，就是一起干掉那个火焰楼。火焰楼如果放任不管，可能会危害到村民们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们想尽快把骷髅怪解决掉。患者团团长告诉阿香，他们团队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攻克那个迷宫，因为迷宫的最深处传说中，只要你能通关，迷宫就会帮你实现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虽然有人到过最底层，但没人真正实现过愿望，他们估摸这个条件可能是需要集齐一个领主的硬币。阿香这才明白鳄鱼硬币的重要性。他们团队总共8个人，双胞胎的愿望是一样的，团长和副团长也是一个愿望，所以他们其实只需6枚硬币，但现在手头只有3枚，所以他们得去击败火焰楼。阿香如果有硬币也可以实现愿望。大家都觉得阿香体内可能藏着人类灵魂。拉密斯听说阿香能变回人类，超级兴奋，于是也同意加入愚者团，他也想帮阿香变回人类。得知阿香愿意加入，大家都特别开心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们远征就不愁吃喝了。不过阿香对变回人类似乎还有点犹豫。晚上休尔米和拉密斯就靠在阿香旁边睡，阿香内心百感交集，如果他能变回人类，或许真的可以照顾到他们俩。这样想着，第二天，众人围观熊会长展开的地图。阿香看着地图觉得细节不够，想起自己手机里存的迷宫照片，就赶紧在自己的屏幕上显示出那些照片。熊会长看了挺高兴，夸阿香贡献大，还说要给阿香申请奖金。熊会长说他们的计划挺简单，迷宫深处有个超大的陷阱，体重一重就触发，之前他们就因此栽过跟头。不过这次熊会长记住了，打算用这个陷阱来对付敌人。计划是诱敌到深坑里，团长开始布置任务，把火焰骷髅引到坑里，不过摔下去不一定就完事，所以还得从上面攻击。但火焰骷髅的火可能会融化攻击武器，所以得靠副团长和阿香的配合，用水系魔法烽火，努力把火焰熄掉。如果要用矿泉水得好几天，所以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，阿香硬着头皮变成了高压水枪，只要一投币就能喷大水。大家觉得这计划行得通，只是有个小问题，这形态一天只能用2小时，可阿香一天能放1小时的水，剩下的时间就变饮料机，让伙伴们不断往里扔矿泉水，自己则回收空瓶子。汪汪队用绳子下去查看，发现排水挺顺畅。阿香决定再加点冰块。晚上他却陷入沉思。拉密斯问阿香，他还想不想变回人？阿香原来有这念头，也挺想和拉密斯他们聊天，但转念一想，如果变回人了，是不是就没那么有用了？拉密斯他们起初可能会高兴，但如果没有了贩卖机的功能，他们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待他呢？阿香想到这就开始纠结，甚至有点觉得自己挺可怜的，当贩卖机竟然比当人还自信。拉密斯感觉到他的犹豫，说他也很期待让阿香尝尝他的手艺。阿香想了想，觉得能和拉密斯并肩作战也是挺好的。几天时间就过去了，洞底已经堆满了水和冰块，火焰骷髅被吸引过来了，但他的体重没法触发陷阱，是汪汪队队长亲自启动的陷阱。骷髅落水应该会引发水蒸气，但出乎意料，水蒸气并没有爆发。阿香笑了，因为他扔下去的不是普通冰块，而是干冰。干冰就是密集的2氧化碳，火焰是烧不起来的，这样火焰熄灭也就不会产生水蒸气了。其他人虽然不太懂，但决定继续进攻。队长仔细观察，发现骷髅没有受到伤害，需要用更重的东西来打击。团长的目光转向阿香，拉密斯立刻冲了过去，他不允许阿香再遭遇危险。团带着大家准备冲下去。阿香觉得事情不妙，因为下面全是2氧化碳，他们一旦下去就会因为2氧化碳中毒倒下。看着他们真的要冲下去，阿香没辙了，紧急变出瑟瑟杂志。拉密斯没法阻止，下意识给了阿香一拳。阿香总算松了口气，抓住机会冲向洞口，直接增加了自己的重量，最终把骷髅砸碎。拉密斯正要跳下来救他，阿香在下面大喊警告，然后疯狂释放氧气，同时把硬币收回来了，再撒个结界，变成纸箱飘上去了。熊会长一看，立马把洞给封了。
阿香平安无事的落地了。拉密斯对他这套操作真的很火大，但人安全就好。阿香没吭声，因为他明白只要能保护大家，他下次还得这么干。修尔米没让团长直接把硬币拿走，毕竟这是阿香亲手打败的怪。团长一想也对，就按现汇率买了那些硬币，100个金币等于10万积分。熊会长也说这就是现在的市价。那你们咋不早点买硬币呢？团长说过会儿把钱送来。说完他们就离开迷宫回小镇了。出了迷宫，看到外头有猎人协会，听说迷宫外就是荒原，啥怪物也没有，所以协会也不设防。会长感叹最近领主太活跃了，感觉有点不妙。进了猎人协会，终于能好好休息一晚了。阿香看着拉密斯睡得很沉，他们没离开协会，在迷宫外驻扎，准备探查领主和迷宫的事。这时一个穿的花哨的少年走进协会，这哥们长得太帅了，简直就是照片里的完美帅哥。猎人协会前台小姐姐都看呆了，帅哥被吓了一跳。听说几天后有全地图活动，就说几天后再来，然后赶快走了。拉密斯和修尔米聊着有名的猎人，其中一个据说是神明庇护的少女。拉密斯很崇拜这个女猎人，听说她既漂亮又善良，但刚才那个帅哥单挑迷宫应该也挺厉害。晚上修尔米和拉密斯睡了，阿香发现那帅哥又出现了，原来这帅哥是个社恐，和人接触就紧张，别人盯着他就不自在。来这迷宫主要是听说这儿人烟稀少，阿香突然觉得这个帅哥挺有亲和力的，就决定去买杯热可可给帅哥暖暖心。帅哥松了一口气，决定明天跟拉密斯商量一下。阿香这才明白帅哥想和拉密斯他们一起探索迷宫。路上修尔米、拉密斯和米歇尔闲聊，米歇尔总是尴尬的笑笑，这话说的没错。阿香轻叹一声，其实你可以试着改变下回答方式，不然别人的评价不会太好。米歇尔也意识到自己不擅长聊天，赶紧找个借口躲到队伍后面当护卫。看着这样的米歇尔，阿香想自己能不能帮他改善下。晚上米歇尔独自一人守夜，他在想能不能和拉密斯还有汪汪队好好沟通一下。听会长说阿香也很会沟通，米歇尔找阿香买了热可可，感叹有阿香在真好，以前购物只会觉得有压力，但和阿香在一起完全不需要交流。阿香笑嘻嘻的，这就是自动售货机的优点。他们长途跋涉了整整1周，一路上居然没遇到任何战斗，但拉密斯突然感觉身体不适，幸好有米歇尔在旁边扶着。阿香想了想，这可能是每个女孩子每月都会经历的那几天。阿香想到了一个帮忙的方法，她变出了女孩子们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想到女生讲究干净，猎人们很少有换洗衣物的机会，于是她变出了一台洗衣机，众人立刻欢呼起来。米歇尔因为帮助了拉密斯，成功融入了这个团队。汪汪队继续前进，很快他们发现前方有埋伏。米歇尔觉得这些人可能是针对自己来的，他担心会给团队带来麻烦，但拉密斯却阻止了他，毕竟他们现在是队友。修尔米也没让米歇尔离开，而是询问他为什么会成为别人的目标。不过米歇尔心里还是担心，怕拉密斯他们会被牵连进来，但拉密斯说有阿香在，啥问题都不会有。阿香信心满满的施展了个结界，然后跟米歇尔打了个赌，赌他能不能破这个结界，如果破不了他们也就不用跟着。米歇尔于是发起了攻击，结果扣了阿香500积分，这攻击力堪比领主的一半了。确认了拉密斯他们的实力，米歇尔也就只好接受他们一起行动了。汪汪队队长说前面有5个人，米歇尔分析其中3个是厉害的剑士，剩下2个可能一个法师一个牧师。远远的他就能感觉到对方一出现就感觉不是善茬，他们一上来就说要杀米歇尔，还说如果米歇尔不反抗，他们就不会对拉密斯和汪汪队队长下手。但这帮人的话米歇尔从不相信，所以他准备直接对付这些人，保护拉密斯他们安全。拉密斯果断带队长引开其他人，阿香用结界挡住了攻击，然后变出洗车器，成功挡住了敌人的视线，敌人无法施法。很快那2个法师就被拉密斯打倒，米歇尔也解决了另外2个剑士，领头的家伙也被他一巴掌打倒。米歇尔非常感激拉密斯他们的帮助，毕竟他1对3还行，1对5他就吃力了。拉密斯回去把修尔米叫了过来，米歇尔说自己被追的原因不能透露，但如果拉密斯他们跟他走，可能还会遭到追击，所以他打算离开这里。不过拉密斯觉得既然米歇尔被追，完全可以加入愚者团，团长之前说过他正在找这样的人才，只要人够强，过去的事情他不在乎，只要强大就行。毕竟队里的人差不多都被针对过，米格尔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声，愚者团外头可是挺出名的，所以他打算以后去找这个团队，然后跟拉密斯他们告别。但其实米歇尔不太敢跟不熟的人混，要他加入团队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小粉说镇子终于恢复原有的平静了，新的围墙也快建好了，他打算和镇上合作，所有餐馆一起搞个活动，这活动就是大胃王比赛。毕竟猎人们个个都是好胃口，要是有奖金的话，气氛可能更热闹，他们就收个入场费，这样也不会亏太多。
在小粉的带领下，大家都同意办这个活动。可不久后，他们就来找阿香帮忙了。原来是汪汪队还有愚者团的射手都加入到了大胃王的队伍。这下他们肯定输定了，所以就来求阿香帮个忙。阿香也想出了个办法，他决定把可乐卖给餐馆，喝多了可乐人会觉得胀气，很快就能让肚子饱饱的。他们打算用这饮料代替水，到时候让猎人选水还是饮料。在比赛前，他们会把饮料高价卖出，活动当天就免费供应，当做头。果然活动当天热闹非凡，还有奖励激励，分成2个赛区。第一赛区的人一上场就猛吃，赛的是谁吃得更快。他们知道这些猎人吃得飞快，5个名额里只有1个人类过关。第2赛区全是人类，猎人们吃得可开心了。第2赛区的人全都过关，中场休息还穿插了表演，所以这就是你拉开幕布又马上关上的缘由。第2轮比赛也开始了，阿香升到2级后还加了播放音乐的功能，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。第1轮炸鸡刚吃完，立刻上了可丽饼，而且里面塞满了各种水果。射手小姐姐直接就是暴风吸入，下面的观众看的都饿了。射手小姐姐一个人就把汪汪队全打败了，成功拿下了冠军。她的奖励竟然是免费用阿香1天，阿香也赚了一笔，想着只是1天应该没啥问题，没想到射手小姐姐竟然让拉密斯背着阿香跟她去约会。他们到了第1阶层，团长和副团长就没跟过去。原来第1阶层有个孤儿院，射手小姐姐是在这长大的，这里的房子也挺破的。射手把阿香介绍给孩子们，因为是1天的免费权，阿香也没收费，不过她还挺愿意的，毕竟这些孩子平时看着挺苦的。为了让他们玩得开心，阿香变成了气球机，然后又变成水枪陪他们玩，还用洗衣机帮他们洗衣服，简直就像去孤儿院做志愿者。可是洗澡的时候没热水，因为帮忙的2个孩子玩疯了，2个孩子也很内疚，立刻就道歉了。院长没责怪他们，反而高兴他们能反省，但现在烧水已经来不及了，想着今天就不洗澡了。阿香听到后马上变形，对他变成了温泉自动贩卖机，没想到连这个都能贩卖，枪口喷出的是热水，大家立刻冲进浴室。院长很感激阿香的帮忙，他说射手之前总是闷闷不乐，看他今天这么高兴，院长终于松了口气，希望阿香多照顾射手。晚上阿香还给他们变出了好多小吃，一心想给他们变出毛巾和衣服，又怕他们觉得这是施舍。拉密斯发现阿香有些犹豫，便对阿香说他应该更有自信，现在他变出的东西让孩子们特别开心，这就已经很厉害了。阿香感受到拉密斯看出了他的犹豫，还能给他安慰，他觉得非常庆幸能第一个遇到的人是拉密斯。这里根本看不到天空，射手没有睡，而是出来感谢阿香。他也知道今天让阿香花了不少，说以后会还钱，但阿香拒绝了。射手对阿香说，第1层的迷宫其实很简单，要进其他层必须先通过这里才能使用传送，但有些孩子和普通人没法通过这里，所以他们被留在这里。射手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这里的人过得好，这也是他找硬币的原因。下层也有不少坏人，他们打算半夜偷走阿香，因为阿香可以变出食物，没想到阿香还能反击。这群狼狈的人想逃跑，却被阿香录下了视频，没想到第一个发火的是院长，院长拿起弓箭就让射手守家，自己出去收拾那帮人。射手才告诉他们，原来院长曾是和熊会长同级的，甚至比愚者团团长还厉害。1个小时后，院长笑着回来了，只是他背后的箭筒空了，微笑着说那帮人不敢再犯了。团长说他要去死亡迷宫，拉密斯吓得直哆嗦，因为那地方全是亡灵啊。休尔米深知自己的软肋就是这个，听了副团长的描述之后，拉密斯直接吓得发抖，毕竟拉密斯是那种听完鬼故事连上厕所都得3思的类型，如果不去的话，阿香就没人搬得动，不把阿香带上，团队外出就困难重重。但最终拉密斯还是勉强答应了。众人准备通过传送门前往那里，可是副团长没过来，他对这些事情也是挺害怕的。众人站在一座废弃屋子前，拉密斯没想到要住在这种地方，但他还是鼓起勇气进了房间。进门就看到了墙上挂着的遗像是一个长得很美的黑发女士，可下一秒钟这女人就真的出现了。拉密斯眼前一黑，直接晕倒了。还好阿香可以变成纸箱，成功被人搬到了屋外。休尔米感叹拉密斯从小就怕这些，但这次他没有选择逃避。阿香觉得有点开心，觉得拉密斯是为了帮自己，但休尔米看出了阿香的小心思，他觉得拉密斯可能不是这么想的，但又怕阿香误会，所以决定等拉密斯醒了之后，让他亲口对阿香说清楚。那晚阿香守了一整夜，结果外面出现了好多鬼魂，他试着撒了撒盐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。接着他又扔出了好多各种神佛雕像和护身符，结果笑死人了。地球上的神明对异世界的鬼魂没用。第2天其他人去处理这事，团长说他约了个能帮忙的人，所以他先一步出发了。
而那个房子里的黑发女人则告诉阿香，她和外面的鬼魂挺像的，晚上在镇上出没的也只有阿香这样的存在，或者是那些自信满满的人。黑发女人离开之后，拉密斯也出现了，他感觉不能再这么颓废了。幸好休尔米及时来了，拉密斯顿时精神多了。为了让拉密斯摆脱恐惧，他打算带拉密斯去街上转转。拉密斯就这么答应了，但他也不愿意回去，打算背着阿香一起去。但休尔米坚持让他自己去，这样才能真正克服恐惧。结果刚走几步就被门框吓回来了。阿香看了有点心疼，想给他送点喝的。休尔米警告阿香不许宠着拉密斯，拉密斯最后还是决定和阿香一起，因为这样他会觉得更安心。阿香在想拉密斯现在就像个刚学骑自行车的孩子，但看到拉密斯想努力克服恐惧，愿意和他一起出行，阿香决定帮他一把。阿香就用了自己的香薰功能，散发出咖啡的香味，还播放了些舒缓的音乐，背上阿香一起走。拉密斯真的克服了恐惧，同时团长也带回了新伙伴，原来是汪汪队和米歇尔。看到米歇尔有点尴尬，毕竟这家伙不太会跟人打交道。团长说米歇尔想加入他们，这是他的试炼，这次他们的任务是找到这个区域的首领，并且击败他。汪汪队觉得亡灵闻起来真臭，而人类害怕的是鬼魂。阿香注意到拉密斯紧张的把门框都捏碎了，这声音真的不怎么好听。出发之后，村子外面就是个墓地，不一会儿就有亡灵爬出来了，他们立刻开始应战。打完这波怪物后，他们回到了镇上。阿香还在门外观察着亡灵的动向，这些亡灵似乎在羡慕房间里的情况，都是镇上过世的人，还有个小孩子一直在他身边晃悠。阿香递给他一瓶饮料，但小孩不会喝。第二天，这个亡灵又出现了，貌似对饮料还挺感兴趣，而且每晚都会来，这让阿香觉得挺新鲜。后来他们离开了村子，外面露宿一晚，原本以为今晚小孩不会来，没想到那孩子竟然追了出来。守夜的双胞胎却毫不知情，他们误以为他是敌人，阿香无法阻止。看着那孩子被杀，阿香明白不能怪双胞胎，但内心却是五味杂陈。尤其是看到小孩去世，他身边除了塑料瓶还有硬币。汪助队长曾说，曾见有人在阿香那儿投币，恐怕孩子是来找阿香投币的。即便是亡灵，似乎还留有人的一面。最后那枚硬币被阿香收起。关于要对付的领主，他生前是位厉害的法师，他们需要阿香的协助。阿香能用护盾挡住魔法。阿香想了想，也就答应了。众人商议好要处理的怪物，约好事成后一起庆祝。很快队伍抵达了领主的地盘，领主的地方亡灵众多，他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先打算削减点怪物数量。阿香立刻转变成汽油机，休尔米检查确认后，确认这玩意能用来点火。他们决定分批使用汽油。阿香在空中处理了塑料瓶，把汽油洒在亡灵身上，然后点火烧掉他们。拉密斯背着阿香冲前线，领主显然已经注意到他们，但他的攻击被阿香挡下。法师领主明显很震惊，他没想到会这样，但他很快就意识到是阿香身上的护盾在起作用，于是他立马制造了地裂，强行把阿香、拉密斯和其他队友分开。法师又对阿香发动了攻击，但护盾挡住了全部攻击。他试着用风把护盾吹走，然而拉密斯的纯粹暴力让法师目瞪口呆，想一举拿下拉密斯和阿香。法师直接把地面劈开，拉密斯被阿香的重量拉下去了。关键时刻，阿香变成了纸箱，拉密斯借此跳出地底。法师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拉密斯已经把恢复原形的阿香砸向他，其实就是靠阿香施加的力量。两人一起冲向法师，这个倒霉的法师顿时被打得七零八落，东一块西一块的。射手他们只能在远处提供支援。众人以为阿香和拉密斯已经解决了这个怪物，没想到这法师竟然还没死。团长说只要干掉他就能拿到硬币，法师却说他不是真正的领主。这时一道黑色的光影突然落下，众人差点没一口气喘上来。幸好阿香的护盾挡下了大部分攻击，但真正的领主这才露面，长得完全是客系角色，长满眼睛的头变成了巨大的骷髅头。他透露了阿香是异世界来的，并自称是虚空领主。阿香他们刚打败的法师只是个地级领主，他随手就解决了那位法师，对硬币完全不感兴趣，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狩猎低级领主，还说拉密斯他们不也是为了私欲来的吗？米歇尔本来打算趁机偷袭虚空领主，结果被对方秒杀了。休尔米看队伍陷入危险，立刻驾驶马车冲了过来，并扔出了黑色的液体。射手立刻点燃了黑瓶，里面竟是休尔米调配的火药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们赶紧带着受伤的队友上了马车。没想到虚空领主又发动了攻击。拉密斯醒来看到休尔米被抓了，休尔米和射手让他先带队伍撤退。虚空领主用魔法攻击了他们两个，休尔米和射手命悬一线。领主说他们醒不过来了。拉密斯一听就怒火中烧，拿起武器就冲上去干。阿香在一旁劝他冷静点。拉密斯说他没疯，只是必须这么做，他不去前线战斗的话，队友们肯定会有危险。
阿香听后心里已经有了对策，但万一计划失败，拉密斯也可能会牺牲。阿香趁机在结界里放了气球，抓紧这个机会把拉密斯和气球一起射了出去。借助气球掩护，拉密斯一脚踹断了领主的骨头。领主一愣，心想这不是电影里的招数吗？结果被这一脚吓得半死，丢下手就跑了。走之前还留言说等着瞧吧，我会回来的。拉密斯哪管那么多，直接跑去看休尔米和射手的情况，结果发现俩人已经停止呼吸。团长醒来第一时间冲到射手旁边，尝试进行心肺复苏。阿香看到后赶忙变成了除颤器，然后花了不少积分把设备交给了拉密斯。设备里有使用说明，拉密斯按图索骥操作设备，把电极贴在休尔米身上。阿香马上开启设备通电，拉密斯继续做心肺复苏。幸运的是休尔米被救回来了，不一会儿射手也被救活了。看来这设备还挺管用的。战斗终于告一段落，米歇尔对大家道歉，觉得自己害大家受累了，但没人怪他，毕竟米歇尔冲上去也是好意。不过这次虚空领主的出现让大家更加小心警惕，他们立刻把情况告诉给熊会长。会长听后说他听说过这个名字。会长说他听过这个名字，好像是魔王手下的大将军，据说还有一个比虚空领主还强的存在。会长打算和各层领导开个会，让团长他们好好休息一下，因为可能要打一场硬仗。小粉看到拉密斯松了一口气，阿香回来大家都很高兴，加上他和拉密斯把虚空领主赶走，两个人更受欢迎了。米歇尔感觉村子里人太多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没想到汪汪队居然主动邀请他。米歇尔觉得上次没守护好大家，这次他说什么也要保护好大家。汪汪队立马欢呼起来，然后告诉米歇尔，会长说这次的讨伐他们召集了上百名猎人。米歇尔听了直接晕了过去。团长看到射手遇险，心里挺担心队友的安全，不过双胞胎说是自愿跟着团长的。第二天，拉密斯带着阿香离开了村子，来到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拉密斯说阿香多次保护了他和朋友，但阿香认为虚空领主是因为看穿了他的身份才动手的。拉密斯说阿香帮了很多忙，正因为有了阿香，射手和休尔米才得救，所以他非常感谢阿香。射手和休尔米也来了，他们也很感激阿香的帮助，然后他们就亲了贩售机。这个结局谁爽了呢？反正不是我，只能说佩服利本人的大脑洞，怪东西那是源源不断，看来以后也不会缺厕纸看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，我是大刚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